Hello， 你们好。说到了海岛旅游，你想到哪里？菲律宾嘛，菲律宾的海岛旅游比起邻近的国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当然有，菲律宾的沙滩特别的原始跟纯净啊，所以它有7000多个岛，你怎么玩得完啊？所以怎么办呢？当然了，我们就有钱的话，一个一个玩。到了这些岛，最棒的是什么？无敌漂亮大美景、海景、便宜的海鲜，哇！我去到那边了，那年轻人来到那个地方发呆，吃好、住好、吃海鲜，对不对？睡觉睡到自然醒，早上起来不要排行程，让你 shopping 买个够，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最快乐的事情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是，如果是退休人士去玩，那就不得了了啊！你看你给你怕戏啊，想那没事，你不把我行程塞满一点，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呢？行程要满，不能让他们发呆，因为很早就起床喽。所以呢，两种各有不同的玩法，但是都可以得到一样的快乐，就是菲律宾的海岛都很漂亮。那你说菲律宾要不要给小费？小费制度，这种落后的国家一定要给小费，这是很多人的想法，错了哦。你知道吗？菲律宾被谁殖民过？西班牙300多年。第二个是谁？第二个是日本。日本在二战的时候，怕夏威夷的时阵损抓呢，回来把菲律宾攻占了。最后呢，战败了，他离开了。说菲律宾变成谁了呢？变成让美国来到这个地方，不能说殖民它，但是呢，设了军事武器。那美国嘛，到处都有他的部队哦，所以当时美国就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他的军事设备，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西化的国家。这也就是为什么菲律宾是讲英语的国家咯。那这个国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小费制度当然在这个地方也是必须要给的。很多人都说来到菲律宾给小费，那是落后国家才在给的，怎么可能的事情呢？拜托！其实啊，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那个小费要得更凶啊。菲律宾是全球主要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3大国家之一。然后呢，学英语也带动了菲律宾的经济。小费制度，当然呢，学好的他也会把老外的那一套留了下来，因为对他们来讲，人家对你服务好一点，给点小费，以人为本嘛，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老是去想，给小费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行为。去欧洲不用给吗？去美国不用给吗？当然都要给。所以呢，那是一种礼仪，不要给个小费，好像呢要了你心头一块肉，是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菲律宾第2集。走吧，出海去玩吧。这空拍的景色美不美啊？哎呦，美到让你呆掉啊，超美啊！不会游泳，光是看这个景啊就够了啊。所以有时候你说会游泳没差啊，有时候真正在海边度假的人都没有在游泳啊，都是躺在那边晒太阳啊。这一个叫资生堂岛，它的真正的名字叫做卡尔哈甘岛，有个日本人用退休金买下的小岛。看到这个景色，你知道为什么他买下来的吧？啊，那这岛上没海鲜啊，石头鱼。石头鱼是什么？被号称自然界中毒性最强的一种鱼啊，它的致命一刺会给人类最痛的刺痛啊，
对，刚刚哪来一只石头鱼，貌不惊人啊，身长只有30厘米左右，喜欢躲在海底或礁岩下，伪装成一块石头啊！哇，天哪，这海鲜也太多了吧哈！看了让人食指大动，生蚝啦、乌龟、乌龟啦哈。这海底资源是魔力惯了你呢，但是不错啊，看到这么多海鲜，是不是有一点怎么样？食指大动啊！哎呦，你看斑节虾哦，而且电对这个岛民来说很陌生，房间没有灯光，没有卫浴设备，你受得了吗？晚上睡觉就把门窗打开透气啊，过着既淳朴、自给自足的生活。其实很多欧洲人都是这样哦，他们去国外旅游度假的时候呢，他们住的饭店啊，住的那个小木屋啊，或是民宿啊，常常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想要回归大自然啊，你看这些小朋友3两成群的坐在门口这样，我很羡慕啊，真的很羡慕啊，能够那么淳朴的乡镇呢，让这一些小朋友在这种地方住着最快乐的，也就是这样子了。作者吉山在52岁的1987年，他有30年以上都生活在东京、纽约这样子的大都会，就如同大部分的人一样，为了工作或者忙碌的日子啊，他后来辞掉了工作，搬到了南洋小岛卡尔哈甘。这个南方的小岛呢，就过着这个休闲的日子啊，再也不用受到金钱与物质的支配。他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无比的新鲜啊。那话说回来啊，还是得用金钱先把它买下来，所以还是要先努力了啊，对吧？对吧？啊，我们男神走过来了啊，你看男神在勘察我们这里的地形啊。那到后来呢，他散尽所有的退休金，把它买下来，而出版了一个《我买了一个岛》这本书。再来呢，再加上呢，化妆品公司资生堂来这个地方拍片，所以这里就也称为叫做资生堂岛。那当时呢，大约用台币300万吧买下的菲律宾的卡尔哈甘岛啊，小岛只有2个台湾的中正纪念堂这么大。当时他单纯的以为尔后就在这个小小的岛上潜水、晒晒太阳，过着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没想到了，买1送300啊！什么意思啊？买下小岛之后呢，没想到啊，还附赠了人类啊，水岛附赠了300多位岛民啊。他的退休蓝图呢，突然改变了，人生自此跟想象当中的完全不同。但是呢，你转变个心境，就会变成什么？小岛大快乐啊！当时吉山客言说，出抵这个岛的时候，没水没灯啊，就像鲁滨逊的荒岛，可以说岛上的居民却很乐天了，一点都不觉得没有水电有什么奇怪，每天还是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哎呦，你看看啊，脱光光啊，去照 X 光啊，哎呀，像小朋友这样捡拾潮间带的贝壳，邻近的岛屿以物易物的交换物资，他们单纯的这种态度影响了吉山客也，推翻了日本社会长久以来金钱挂帅的价值观。当时他有感而发的说，我以为我的退休生活是为了享受阳光跟大海，没想到给我最大的感动跟快乐是一起生活的岛民们，他们总是在感谢，他们总是在分享。我问你，人生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转念了？我们还在要求什么？我们还在计较什么？对不对？嫌饭不好吃，嫌儿子媳妇，对不对？不够好啊。其实啊，人生没有那么多的怨恨，台语要万叹啊。我觉得多的是感谢。我常讲，你用什么心态去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将给予你什么样子的回报。你很感激，你很知足，我相信这个环境给你的就是感激跟知足。那当时他认为旅行过越多的国家，就越想拥有简朴淳朴的生活。果然没错，他这一辈子都在旅游，旅游让他见识非常的广，看得越多，让他越知足。所以他一到这个岛上，
他认为原始的环境跟现在的生活环境的卫生是不相违背的，所以他一到岛上就建立了雨水、集水的供水系统，让岛民有干净的水源。而且在日本还募集了太阳能板，让岛上丰盛的阳光可以转化成电力。最后他还四处找了老师，让岛上的小学能有完整的学程。你觉得买了岛还要去照顾这个岛上的居民，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什么骂死屌死啊？但是呢，换个立场，施比受更有福。他的这种作为反而为他带来更充足的人生。我想听了很感动吧？这就是这个岛最著名的。很多人来到这个岛，可能想到的就是什么？哇，好美哦！但没想到这个岛上还有这么感人的故事，对吧？所以岐山客言说，这里不只是我的家，更是这些人民的家。他希望他的家人们能过得更好。这是谁啊？这是我们的男神啊！他的生活态度也是我最欣赏的啊！哎呦，你看看啊，真的是活到老，玩到老，下去浮潜呢。那接下来是谁啊？接下来这个是谁啊？这个男生是当地的啊，换我们的丁丁啊。我们的丁丁这一趟呢，带了空拍机，然后呢，他也带了潜水摄影机到海底来，让我们看看海底的生态啊。哇，很棒哦！其实我觉得就算你不会游泳，你都可以下来潜一下，感受一下啊。那这里呢，潜水有分很多种，一种是浮潜，一种是深潜啊，就是真正的潜水。当然，你潜得越深，你能够看到的就越多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不怕水，虽然你不一定泳技很好，但是我觉得来到这边，你还是可以学习跳下去潜水啊，跳下去潜水啊。那在潜水的过程当中，可以让你人生有不同的感受。你这游个5分钟多好哦，光听的吼起来安内哈，那放心，那旁边都有人赶快帮你捞起来啊，不，把你抓起来，不是捞起来，又不是水饺啊，把你抓起来啊，所以很安全，而且身上穿的这个救生衣啊非常安全，下去浮个5分钟也好，穿着衣服下去也好，对不对啊？感受一下哈，活到老怎么样？玩到老啊！就看看世界上各式各样不同的景色啊。那你看看呢，这个是要浮潜哦。我们丁丁呢拍了几组画面回来哈，再加上一些我们带来的深潜画面，还有这个当地旅行社给我们的一些影片哦，我们把它 mix 在一起啊，那让大家看看哈。看，这是丁丁哈，我特别打的字幕，我是丁丁，我第一次下海啊，第一次下海是下海拍摄啦。你看看啊，他带着潜水摄影机转过来啊，有没有看到鱼多不多？哦，非常多。他等一下呢会再潜到比较深一点的地方啊，来吧，来吧，我们来看看美丽的海底世界。的时候，也让我来跟大家聊聊我很喜欢岐山客也他所写的这一本书。我买了一个岛，他的书上写了分享乐活风。他说呢，30多年来，这个岛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善。最初的纯真与无忧无虑，原是这个卡尔哈甘岛最大的特色，就是资生堂岛喽。那当然，我们已经从这个资生堂岛来到了奥兰格岛。但是一样我觉得他的故事值得在大家看了这么美丽的海底世界的时候分享给大家那岐山客彦表示呢，这里的孩子就等于是这些海岛的孩子，
就算在路上捡到了一朵鸡蛋花，他都可以把玩一个下午。这里的大人就算白天工作经历了挫折，接着晚上的弹吉他唱唱歌就可以排解烦忧。他们才是这个地球上最健康的人。觉得他活到这把年纪，反而来到菲律宾这个岛上，看到了他要学习的对象。他为了和不同国家的人分享岛上的单纯人生，奇山客宴在小岛上的其中一个地方，用在地传统的工法建了几间高脚屋当做民宿。他自己说，他在以前旅行的时候，常透过有意思的旅店体验在地的生活，希望旅人们能够住到当地的民宿，感受到简单的生活态度。这跟着我们现在很多要旅游的人，他永远都只挑舒适的环境，我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毕竟在旅游当中还多了一种体验生活。他住在这样的自然屋，跟着这里的小朋友唱唱跳跳。我真的觉得，当看到不管新闻媒体也好，你周遭的人事物也好，甚至有的人赚了一辈子的钱，留下的家产，孩子们不争气争夺家产的也好，夫妻不和睦的也好，你知道吗？人生活就很单纯，你一路走到最后的人生岁月，其实就是要生活平凡却很充实，对吧？台湾旅游世界的目的其实也在这，加入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旅游而已，而是一个家庭，平凡却很充实，在一起有情感。虽然每一个人来自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难免有不一定个性相合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这不就是人生吗？我知道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买这一本书来看，但是我想借由这个节目，当大家看着影片的时候，去分享这一本书带给我心灵上的平静。就像当时奇山客宴他说的，他想做一个回馈式的度假，他想打破一般人认为岛屿度假就一定是住最高档的饭店，在泳池的制式想法。他希望来度假的人呢，能够体会当地的生活，跟着这一个岛上的岛民交流，给岛民呢刺激，也给自己刺激。他认为跟岛上的当地人交流，可以让他们在人生当中得到新的养分，不只拓展了他的视野，也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啊！真的让这个小岛看见更多可能性，让自己也看见更多可能性。尤其我们自己台湾的首领族，或者是呢银发族，其实让我们对人生有更大的满足、知足。现在的奇山客宴已经80多岁了。你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尽情的去享受、去体验它，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不可能啊，而且人生永远处处充满了挑战以及冒险。那更让我觉得的是，有时今日不做，那什么时候才要做呢？像来到了海岛型国家，我知道很多中年纪的人啊，中老年人啊，你根本的对海边啊没有太大的兴趣啊。但是像讲一定爱足够游泳，你才有办法来到海岛型的国家。其实，在海边浮潜是很多不会游泳人做的，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海底世界。住在海边的饭店，或者是踏踏浪，看看这美丽的夕阳。你不觉得
那种人生的平静、满足感是很难以去形容的嘛。所以我才会说，不是每一件事情呢，一定要有什么利益或目的性呢。旅游有时候就是出去放松，就是放空空的，放好康康啊，然后出去认识朋友，走到世界各地，很多的事情不要想太多，就让人生像一根蜡烛一样，尽情的燃烧到它那最后一刻，去体验这个世界上不只是美好，而是它的酸甜苦辣。人生如果当你走到60岁以后，还有什么不能释怀的呢？还有什么不能看得开的呢？如果这时候你再不拿起你的行李去挑战你的梦想，更待何时呢？只要你自己各方面都允许之下，我真的觉得走吧，去世界各地看看吧，最迷人的日落，或者是最迷人的日出，让我们开始全新的一天。我们来到欧斯陆金沙村。标准的螃蟹船啊，这种船呢，你知道它的船呢，中间地方啊，只能坐1个人或2个人，细细长长的。那在海上怎么办？它会比较不能平衡吧，所以它就像螃蟹一样，伸出了4个平衡的这种木筏啊。很多菲律宾的船你都会发现这个样子，因为菲律宾有很多的浅滩啊，他们会在这种浅滩捕鱼，所以这种船出去的时候，在风浪不大的地方啊，它就很方便啊，可以平衡这个船的稳定度，而且这些渔夫们呢，也可以坐在那一个木杆上去捕鱼啦、捞鱼啦，上岸的时候也比较方便。现在我们就准备坐船出海去，这一趟非常重要啊！看金沙，我就常讲啊，有一些东西是叫做游泳，有一些东西呢叫做看海浮潜、看风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只是介绍一个宿务，你知道菲律宾还有更多像巴拉望等等超赞的地方。那这一次，让我们这一些男女主角带着我们出海来看看美丽的金沙。I'm still tired when I wake up, like my dream's still near. Snooze by my best friend now. Get me away from here. I got plans, I got things to do. Gotta do my hours. Why is everything so damn hard? Gray skies and rain clouds. I postpone everything, worrying about stupid things. When is it my turn to start living? 'Cause I remember growing up, we rode our bikes all over town, spending all our cash on candy bars, and no one ever told us that tomorrow it might not be gone. Sunny days replaced with weekend jobs. I don't wanna turn
morning, it's a new day. Gotta play it cool. Keep my head up above the water. Yeah, it's all I gotta do. Quit drinking. 美不美啊？心有没有都醉了啊？这里100个人出去啊，大概有70个人是不会游泳的、啊。他的不游泳，他的请他的救生衣的给你浮起来啊，自己会浮起来啊！来，我们的丁丁又出动了，不止出动空拍啊，出动水上的摄影机、小摄影机啊哈，然后自己呢还跳下去拍啊，哎呦，真的为我们带来这个画面呢、很棒啊！所以我才讲啊，台湾人游世界不单单只是个旅游行程，它还是一个介绍，让大家更了解。很多人也许没有参加，但是全世界各地的华人现在越来越多人看我们的节目啊，还可以借由节目互相的交流啊，总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相遇，对吧？那金沙呢？你不要看到那个鲨鱼，谁说我们是下去跟鲨鱼啊共舞啊共游啊？我们不是跟我们不是下去喂鲨鱼啊，不一样哦。那金沙，台湾呢比较熟悉的金沙，把它叫做什么豆腐鲨。啊，可以得知金沙其实算是鲨鱼的一种啊，不过金沙不吃人啊，金沙是以滤食的方式进食啊，那只吃浮游生物或小鱼小虾，因此金沙吃人呢纯属网络谣言啊！等一下你们看到金沙就知道，哎，前面好像有一只了哈，但你虽然知道金沙不会吃人，但是在海中，在金沙在旁边呢，那么是惊惊啊，还是会怕啊？为什么哈？怕不小心变成它的甜点啊！毕竟金沙的身形啊还是很大啊。你不要看这个没什么啊，到海里面去的时候，海水还有放大的效果啊！哇塞，一看到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哈，什么叫做脚能笋啊、嘎铃笋，你就知道啊！来。脚啊，还有鱼啊，有没有？这里就比较深了啊，比较深了啊，所以啊，真的很棒。哎呦，你看那里有一只，有没有？要跟金沙共游，有几个注意事项要遵守啊。违反规定的话哈，会把你当食物，没有啦。你看它那个嘴，你注意看，它在滤浮游生物，有没有看到那个嘴啊？所以其实呢，它是滤过去，而不吃那种大只鱼，不一样。不然旁边跟它一起游的这些鱼呢，早马变成它的点心了啊。那菲律宾政府呢，如果你违反规定，他会对你开罚啊，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在金沙共游之前呢，我们只要我认为任何事情去了解它，就不会觉得有危险。最怕的就是什么？不了解它。所以我更希望所有看过这影片的人，下一次你能跟着我们一起去游啊！哎呀，你看看我们丁丁来跳下去啊，对不对哈？很棒的哎。领队兼摄影还要带回你们最美丽的回忆，你看有多棒啊！跟金沙共游呢，你不能涂抹防晒用品跟化妆用品啊，不要想说打扮的美美的，而且你不能去摸金沙，不管是手脚、身体、相机都没晒啊。然后保持这个安全距离啊，尽量跟这个金沙呢保持5米远的距离啊。为了安全起见呢，你不要在金沙正后方停留啊。虽然它不是马会往后踢哈，那如果呢的金沙的尾巴还是很厉害哈。摔掉啊！哇塞，那还得了？你看那个金沙呈现垂直的，其实就是我刚刚前面在讲的，它在过滤啊，
吃那个浮游生物，有没有？你看看啊，Uber 哦，他大口大口的喝哈。那拍照摄影呢，不能用闪光灯。很多人说啊，最来这边他摄影有闪光灯，最来这嘛是有闪光灯的啦哈。然后呢，这里呢不可以使用空拍机啊，除非有当地的政府来批准。所以我们来到了金沙这边，在拍的时候呢，一刚开始我们没有事先申请了，所以没有办法飞哈。所以我们就拿了他们的资料影片哦，来做一下那个空拍的画面。在金沙村这边呢，给了一个空拍的画面。总归一句话啦，你就是呢跟鲨鱼要保持距离哦。不要摸金沙啊！不只是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意不去啊，也不要让自己产生的这个危险啊，对吧？来，一排一排的船队啊，出海看金沙，这种最天然、最疗愈的画面呢，我们今天就完完整整的呈现给你们看。这么美的金沙，对不对？这么特别，哎，人生活到几岁啊？你回去可以很骄傲的说，嘿嘿，我跟刷鱼，我不是假贵刷鱼吧？我是跟刷鱼游泳过啊！哎呦，对不对？那是超多，你就马上把这个拿出来啊，告诉他，你看看呢、啊，我还有跟鲨鱼游泳过啊！哇，而且来这边游泳很大重点啊，你还得看看天气有没有很好啊。我就说过嘛，就算不会游泳啊，下去穿那个救生衣泡在水里面啊，跟金沙泡在同一个海里面，哎呀，人生真的是价值啊，对不对？尤其是菲律宾啊，这种团费也不是很贵啊，是不是？我们不要去走那种买人头的 shopping 店哦，我们去走那个比较有感觉的有品质的有质感的这种旅游，然后把这样子的东西带回来，有没有？你看看我们的丁丁呢，在水里面呢一路拍啊，张开大口这样 Uber 丁丁怎么不靠近一点呢？没赛啦，不能太靠近这样拍已经算很不得了了啊。Think I'll stop playing hard as a matter of fact. I will never ever pretend that I'm more than that. It is hard that I know, but I'm scared as hell. Can you please just comfort me? You know so well this is tough, but I know we can make this work. I'm in love and it feels so great that it hurts. Tell me, boy, could you ever feel the same? I love you, it's true, I could say it again. Though I never, ever, ever, ever think that I will let you in this time. Know that I will use these wings to fly. I know that I ain't hurt no more. This feeling is so good, I know. Think that I will let you in this time. I have a feeling deep down we will take this far. You and me, only us, right there from the start. I can see in your eyes that you feel it too. Oh boy, I would give it all to you.